各位，作为油管上的崔永元这个物种的研究专家，经常有粉丝私信我，浩哥，好久没说崔永元了，这崔永元最近干嘛去了？这个中国古墓派的老公知啊，大家都知道他是持证的精神病人，他有严重的抑郁症。最近干嘛了呢？最近呢，还是卖他的高价的所谓的这个催真牛啊、催真猪啊，这高价的，这叫啥呀？这应该叫有机食品吧？啊，收割反贼不会停。在国内和推特上啊，都还在继续收割反贼，卖高价大米呢。最近啊，好吧。那最新的消息是崔永元投靠了轮子了。那位说那怎么回事啊？轮子放出来了崔永元最近的一个动态，我们看看吧。我以前参加首交式的时候，站起来发言都是那个年轻人的代表。我现在看完这个电影，觉得写的就是我。然后里面有一个情节让我想起了我觉得就是写的就是我，就是那个在翠湖边拉小提琴的那个声音跟吹笛子似的。这个看完了以后，我就一个感受。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生活过得都特别不如意，一团乱麻。看完这个电影，我就觉得有足够的信心，让我们坚定起来，没事儿。如果你生活过得足够糟糕的话会有人给你拍成电影。谢谢，谢谢老师，谢谢。老风趣幽默的一个点评。轮子的账号说。北京要出事儿了，崔永元高调出席翠湖的首映。网友说翠好像是某人的近字儿轮子的风格又上来了啊。翠嘛，那不是两个习底下一个足嘛，是某人的近字儿。1月25号，央视前主持人崔永元出席翠湖的首映礼并发言说崔永元公众视野中消失了许久，现在突然现身，且崔永元被封禁多年的抖音账号也解封了。轮子说的全都是他娘的谎言那账号没解封没解封。这个崔永元成了轮子的代言人了。这崔永元最近又出来跪舔日本了。这是为了这个卖他的那些有机食品，这是把舌头要伸进这帮海外的反贼里，或者国内的反贼的盲肠里边去吗？这2年这个反日，反的像他妈精神病一样反的都精神错乱了，都让自己的日子没法过了看这个红点儿，一看这，你看这是像不像日本国旗？我再摁一下，像不像日本军旗？疯了吧，都疯了吧，你们丫的想干嘛呀？就是所有的有关日本的这些历史，我们应该真实的告诉这个老百姓，你要不告诉他，他就傻逼似的，没办法你回家问问你父母，你们什么时候知道的有南京大屠杀？南京大屠杀是37年的时候，1985年中国人才知道，在那之前不提。我们有书，有电影，有电视，有宣传品，不提，这叫不忘这个历史。你为什么不提呢？当然就是你不想提了，对不对？当你想提的时候你就提了，当你想这个用这个说事儿的时候你就提个不停了，每天都挂在嘴边了，看见这个就想起南京大屠杀来了，对不对？你了解日本吧？你知道这个我们改革开放对我们支持最多的国家是哪个国家吗？对，就是日本，就是日本。你知道日本现在它作为一个文明国家的文明程度在全世界是处于领先地位，你知道吗？很多日本的文明你是理解不了的。
崔永元这个孙子，这个他是想干嘛呀？就想卖货呗。他说这一套汉奸的言论，那不就是为了跪舔这些反贼的屁眼儿吗？好卖他的高价有机食品吗？这孙子的人品，瞧瞧，日本人到中国去投资是投资中国，但是人家是为了赚钱，也不是为了做慈善呢。难道在中国赚钱，南京大屠杀就不能提了吗？这孙子太他妈的坏了。所以我觉得在我们中国文化里有很多错误的判断，到现在还在延续。比如说我们说政府好，我们说谄媚的话，这就叫爱国；批评政府、批评国家就是异端分子。这是谁定的？我昨天还在看一本也是北洋时代的书，1912年到1928年，16年，在我们的正史上写北洋政府的时候，都是军阀混战，就这一句。但是我们是不是知道在北洋时代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就是那个军阀黎元洪，他任命了北大的校长是蔡元培。当时的大学有3种方式存在，一种是公立的，一种是私立的，一种是教会制的。即使公立的，也不是政府说了算。就在蔡元培领导北大的那个时期，出现了8个字，叫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就在那个时候出现了报业的凡人，有1000多家报馆，他们可以攻击政府，可以批判政府，可以抨击政府。政府有时候也可以动用权力把这些报馆撤销，但是他们摇身一变，可以再换一个名字，再办一张报纸，继续抨击政府。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黑暗的北洋军阀时期。所以我特别讨厌所谓建设性的声音。什么叫建设性的声音？比如说我们是北京市民，我们说现在车太堵，这个路不好走，这就叫建设性的意见。你难道还让我给你画图怎么建立交桥，怎么改善路口，怎么修红绿灯？这是我们的事情吗？纳税人养着这些人，他们就得有办法，没有办法就要下来。在发布会上就公开的说，我们提供给香港的牛奶，我们提供给香港的蔬菜跟给内地的标准不一样。哎呀，我看到这儿的时候特别气愤这都是骨肉同胞啊！我操，你拿我们不当人呐！你藏着摸着也就罢了，你就公开的说你还天天说这个国家瞧不起我们，那个国家瞧不起我们，你们就瞧不起我们。你们就拿我们当2等公民你们就让我们猪狗不如。民以食为天，吃是第一位的，你吃都不能保证我们的安全。现在你看人心惶惶，这个昨天我看的视频都怎么说，都公开的说尽量不要带家里人到外面餐馆吃饭。还有没有第2个国家这样这都活成什么样了战战兢兢的。他们在发布会上这个孙子话里话外的就是为了卖他那个所谓的有机食品，催珍珠、催真牛，知道吗？中央电视台是一个什么单位吗？它是党的喉舌，说通俗一点它是党办的媒体，是共产党办的媒体，共产党办的电视台，归谁管呢？归中共中央宣传部。就是党委托自己的宣传部来管这个部门。那么所有的要求，所有的条件，所有这个临时推出来的这个政策或者恒久的政策，都是党或者他委托中共中央宣传部来做成的。我说这个话大家听懂了吗？也就是说，不管崔永元还是柴静还是王志安，当你们在中央电视台这个平台上去工作的时候，
你就得服从他的这些规矩和规则。很简单，这就是他办。当年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催生了中央电视台的这几个反贼啊，公知看见了吗？这崔永元和梁宏达啊，这俩人呢，倒霉就倒霉到谁身上了？我们频道的常驻嘉宾郭文贵身上了。我是福晋真的吧，老梁？你给点评了。你把他那段想象再上。有人说，那怎么这个倒霉到郭文贵身上了呢？因为本台有个名言啊，哎，沾锅就倒霉呀。郭文贵这是把这个崔永元早就给奶死了，你知道吗？他说那个崔永元，他说这个崔永元是最格塞的个家伙，甚至多次下令除掉崔永元，而且有人花钱找那个老梁，那个是社媒体个老梁什么啊？这个老梁啊，我听过一期，为啥呀？这几年你七嫂绝大多数时间都看老梁视频，从来不看七哥视频，他害怕。哎，你七嫂给我讲啥故事都是听老梁说的，你知道吗？都听老梁说的啊。再有你七嫂就喜欢那个崔永元，还有一个那个袁腾飞老师啊，他就听袁腾飞啊。你七嫂就看这几个人的，袁腾飞啊，老梁啊，然后崔永元。这个中纪委的哥们说，你知道吗？我们曾经多次下令做掉崔永元，他妈崔永元命大，他真躲过去了。他说也曾经有人要找老梁去砸郭文贵啊，他说好像是老梁不同意，找各种理由没砸。我他要砸的话，就是你七嫂子会天天听见。我说你小子没有一天低于2小时听老梁的啊，什么神话故事啊、历史故事啊，你嫂子就是俺俩的沟通，基本上现在这几年是老梁为主，你知道吗？啊，现在我都差点老梁给我传上糖尿病了。人七嫂一说老梁有糖尿病，你七嫂甚至找药方怎么治糖尿病啊，这是很搞笑的事儿。说这纪委哥们一说把他笑坏了。我说你七嫂这几年全靠老梁撑着呢，还有崔永元、袁腾飞啊。你七嫂说，哎，我给袁腾飞捐上100万块钱咋样？我说你捐完就把他害死了，你捐100万。他说这搞旅游去了，我说是吗？我不是老师吗？你七嫂都知道啊。你们知道为什么崔永元、袁腾飞、梁宏达都完球蛋了吗？就是因为被七哥给奶上了。七哥呢是他娘的绝世扫把星，明白了吗？七哥是反贼鉴定机。点个订阅吧，咱们下集再聊。